我总以为有许多事，往往言过其实，或是以讹传讹，都是传说而已。一天深夜1时，电话铃声大作，一听之下，知道是哈同花园罗嘉玲的大儿子罗有兰打来的。罗嘉玲有一个外国儿子，6个中国儿子。他非常着急地说，现在花园着了大火，救火车已到，一定要钱，讲妥要储备票1000万。我明知你不会有1000万，但是你能不能多少凑一些数目，或是有什么赌场朋友借一借？我说，这个问题叫我在深夜里向哪里去张罗？他说，现在事关紧急，只要你带一张名片，一个图章，先来做一个保人再说。说是凄凄切切，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，我就披了衣裳，带了图章。那时车辆稀少，我只好求一个踏脚踏车的人把我带到哈同花园。那人很热心，片刻之间就带我到了目的地。罗嘉玲，近代上海著名英商哈同之夫人，籍贯，生卒年均不详。哈同和罗嘉玲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以经营地产致富的显赫一时的富翁。哈同夫妇传奇的一生，也是上海租界历史的缩影。其实，哈同花园除了简寿堂以及几处楼阁之外，都是园林建筑，但是居住的房屋弯弯曲曲，里面住的都是哈同的子子孙孙、亲亲友友。日本人进入租界之后，认为哈同是英籍犹太人，哈同花园是邸产，改归军方管理，每一房每月可领生活费军票1000元。那时1000元并不值钱，所以6房中国儿子个个都穷得很，唯有用电是公家开支，而且不限度数。这6房为了节省起见，都把电炉摆在地上煲汤煮饭。那天晚上，他们打牌至深夜，没有人照顾电炉，走火引起火灾，烧在许多屋宇的中间。我赶去哈同花园，罗有兰住的是前屋，距离火头还有30多间。几个救火员的巨头坐在他屋中，正在饮酒，一看见我两手空空，没有钱带去。他们说要款项是1000万，即使打图章担保，许多弟兄也是不答应的。况且这些房屋多年失修，烧起来真像干柴一般，而且中间也没有通路，救火车开不进，水喉的皮带也没有这么长。谈话之时，罗有兰只是摇头叹息，顿足不已。后来他忽然想出一个办法，说要钱实在没有，不过我太太有玻璃丝袜30双，这种丝袜那时节在上海要卖储备票几万元一双，每位救火员送1双。讲价的巨头倒有些心动，说还有什么东西？罗有兰说，我喜欢收集手表挂表，也有30多件，可以每人送1件。于是讲价的人说，算了算了，即下令个救火员把火头切断，其余也就不管了。经过我亲眼目睹的事情以后，才相信传说的各项贪污事件十有8九都是事实。至于当时上海法院里法官的贪污情况，更是无法无天，只要有钱，曲者得直，直者可以变曲，所以大家有什么民事诉讼，绝不告到法院，都是在外面相互自行了结。刑事案也都是讲钱的，即使人命出入，只要有黄金、美钞都可以了结。在公共租界法院对面有一家茶楼，是专门为刑事案子讲价的地点。出面讲价的人都是些法院的直达使，数目讲定之后，就陪着当事人把钱送到法官家里去。只有拿不出钱的穷人，便重重地
判他3年5年，或是更多年，这是公开的秘密，也是任何人都知道的。一代名医死于冤狱。从前上海中医界有10大名医，其中有一位是外科顾小岩，每天门诊由儿子学生帮着一起诊病，可以看到200-300号。另一位是伤科石小山，也可以看到200-300号。还有一位喉科朱子云和他的弟弟朱仲云，一天也要看到200号以上。朱子云对喉科的经验很丰富，逢到白喉验都不要验，一看就知，只要一针背灵血清针按。后来这种血清针绝世，他竟然自己设厂制造白喉针，功效一样好，就能豁然而愈。逢到喉壁肿大，他总是用一把小刀刺一刺，或者划一划，病者吐出2口恶血，病就消失。因为看得多，经验足，手术快捷之至。有一天来了一个橡胶厂女工，也是喉壁胀大，见有喉蛾，一刀下去就此流血不止。她用种种止血药，仍然止不住，病者面色大变，血越流越多。这时朱子云也急起来了，立刻把他送到虹桥疗养院，由一位喉科专家用电烙法止血，但不能止住，不久就死去了。这个女工的家属要求朱子云赔偿一笔钱，朱子云答应，事情也就平息下来。万不料橡胶厂老板冯某本是油弦出身，听了这件事，认为是敲诈的机会，便约同4-5个人，其中有报馆记者，有律师帮办，组织了一个小团体，讨论敲诈的方法。谁知道这个女工的丈夫天天勤于工作，不愿停了工来把这件事扩大，于是这几个人横劝竖劝，仍恐他半途退出，便在牛庄路中国饭店开了一个小房间供养他，而且由律师帮办看守他，不准他和外界接触，一方面即进行起诉，